最近這幾期足球紀錄片講穆里尼奧在皇馬的第1期3年，又講溫格在阿森納的時代，確實看得人欲罷不能。我自己做起來也非常上癮，所以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熱推，因為沒有你們的支持，沒有人看，這個系列做不下去。今天咱們繼續講2006到2011年第4階段的下半部分。書接上回，咱們說到2008年的夏天，溫格最頭疼的事情再次發生了。理論上，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留住這支球隊，再補2名成熟的球員。可結果恰恰相反，弗拉米尼合同到期以後，自由加盟了 AC 米蘭，赫萊布加盟了巴塞羅那，吉爾伯托去了帕納西納科斯隊，萊曼也離開了。也就是說，阿森納的中場又一次被拆掉，這是溫格青春計劃最大的問題。當球員終於成熟的時候，阿森納不一定能用他們的工資和冠軍的前景將球員全部留住。好在08年夏天也有重要的引援，來了薩米爾·納斯里，同時還有拉姆塞和希爾維斯特。可納斯里只有21歲，拉姆塞則更年輕，所以原本應該將冠軍陣容補強的這一步，最後變成又要重新培養下一批。08到09賽季，青春計劃第一次明顯的倒退。這一年中場變成後腰德尼爾森，前面法布雷加斯和迪亞比，左邊沃爾科特，右邊納斯里，鋒線上是范佩西或者阿德巴約。與1年前相比，弗拉米尼的防守覆蓋沒有了，赫萊布的持球能力沒有了，羅西基又長期受傷，所以阿森納中場控制力大大下降。更糟糕的是更衣室出現問題，加拉作為隊長公開批評隊裡面的年輕人不夠強硬，溫格最終剝奪了他的隊長職務。於是新的隊長法布雷加斯當時只有21歲，這件事也很有象徵意義。想想02年阿森納的隊長是亞當斯和維埃拉，到了08年變成21歲的法布雷加斯，這青春計劃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不只是年輕球員在踢球，甚至21歲的小將都開始負責領導整支球隊。於是這一年聯賽前半程非常不穩定，阿森納能夠擊敗曼聯、擊敗切爾西，但也會輸給富勒姆、赫爾城、斯托克城和阿斯頓維拉，這幾乎完美複刻了之前的問題。在強對話，阿森納是有能力的，可收割弱隊卻不夠穩定。09年1月冬窗，溫格終於買到了一個成名的攻擊手，俄羅斯隊的歐洲杯明星安德烈·阿爾沙文。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阿爾沙文當時已經27歲，不是傳統的溫格少年派。這說明溫格已經意識到球隊不能永遠只等待年輕人的成長。於是09年4月，一場經典的比賽，利物浦4-4戰平阿森納，阿爾沙文一個人就打進了4個球。他的到來雖然沒有解決阿森納所有的問題，卻明顯提高了球隊在前場的個人創造能力，於是帶來了這一年在歐冠上反而走得很遠，阿森納一路闖入到4強，這也是06年以後第一次重新到達這個階段。擋在前面的仍然是老對手曼聯。首回合客場在老特拉福德，曼聯1-0戰勝阿森納，這個結果槍手其實還可以接受。次回合回到主場，酋長球場，球迷們相信只要1個進球就能扳回來。可是第2回合剛剛開始，先是韓國球星朴智星進球，接着 C 羅遠距離的任意球。比賽剛開始10幾分鐘，阿森納已經主場0-2落後，最終曼聯3-1獲勝，總比分4-1晉級。這2回合的對決給人的衝擊非常大，因為我們第一次非常直觀地看到，年輕的阿森納可以踢得很漂亮，但面對一支成熟、強壯、經驗豐富的冠軍球隊時，差距非常明顯。所以這一年仍然沒有冠軍，聯賽最終仍是第4，但這時候溫格仍然可以說，我們歐冠還是4強，足總杯也是4強，聯賽也是第4。年輕球員在繼續成長，阿爾沙文剛剛加盟，法布雷加斯仍然年輕，范佩西也正開始成熟，所以青春計劃還沒有死。於是到了09年夏天，曼城出現了，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以前溫格主要面對曼聯和切爾西，可從現在開始，曼城開始大量的投入，而且他們直接從阿森納隊買人。09年夏天，阿德巴約去了曼城，科洛圖雷去了曼城，阿森納失去了主力中鋒，也失去了无敌之師最後的重要成員，但也得到了大量轉會費的收入。09年夏天，溫格的主要替代引援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托馬斯·維爾馬倫。接下來09到10賽季，溫格正式從4-4-2轉向4-3-3，這是第4階段最大的戰術上的變化。經典的結構變成後衛克里希、維爾馬倫、加拉、薩尼亞，中場迪亞比、宋，前面是法布雷加斯，前場左邊阿爾沙文，右邊納斯里，頂在中間前面的是范佩西，這已經和无敵之師完全不同。
與此同時，亞歷山大·宋的成長非常重要。宋逐漸成為固定的後腰，他的主要工作是既要保護中後衛，也要搶第二點，而且要接應後衛的傳球，讓法布雷加斯可以向前，必要的時候自己還要帶球推進。此時的法布雷加斯已經不用像早期那樣一直待在中圈，他的位置已經明顯前移，結果就是法布雷加斯的進球數暴漲，他越來越接近於一個8號位加10號位，而不是傳統的中前衛。此時的范佩西也被改造成真正的中鋒，早年他更像是第二前鋒或者是右邊鋒，擅長用他的左腳攻擊對手。09到10賽季，溫格開始越來越明確地讓他站在中路，可范佩西的任務不是像過去阿德巴約一樣一直爭高球，而是他不斷的回撤接球，再拉動對方的中後衛，和法布雷加斯與邊鋒一起配合。這也成為後來11到12賽季范佩西大爆發的戰術基礎。但很快問題又來了，范佩西受傷了。09年11月，在國際比賽日期間，范佩西受傷導致長期缺席。對於一套剛剛圍繞他建立起來的4-3-3來說，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溫格不得不用阿爾沙文客串中鋒，或者用本特納，或者用愛德華多，攻擊結構已經明顯受到影響。但09到10賽季很有意思，阿森納有好幾次被大家認為已經完蛋了，可又一次次追了回來。阿森納居然一直沒有退出冠軍爭奪戰，賽季後半段仍然處於曼聯、切爾西身後不遠的位置。真正的問題出現在連續面對頂級球隊的時候，曼聯和切爾西給年輕的阿森納又上了一課。2010年初，阿森納1-3曼聯，隨後切爾西2-0戰勝了阿森納。這些比賽非常明顯地暴露了一個大問題：溫格的球隊很願意向前壓，但一旦丟失球權，後場他們的空間非常巨大。曼聯有魯尼，切爾西有德羅巴，這些成熟強隊非常擅長讓阿森納先控球，然后直接打擊他們身後。雪上加霜的是2010年2月對陣斯托克城的比賽，年輕的拉姆塞遭遇嚴重的腿傷。當時19歲的中場球員拉姆塞被對方後衛肖克羅斯兇狠飛鏟，導致右腿脛骨和腓骨雙重開放性骨折，肇事球員被紅牌罰下。拉姆塞賽後接受了緊急手術，並且長期傷停，經歷了1年多漫長的康復才重返綠茵場。當時包括阿森納的隊友和主教練溫格，也包括肇事者對方的肖克羅斯，全部極為震驚，極為悲痛。肖克羅斯甚至淚灑離場。賽後他表達了歉意，否認自己是故意傷害。但這次事件再次引發足壇對粗野的犯規以及我們應該如何保護年輕技術型的球員引起巨大的討論和爭議。一直到2011年3月，拉姆塞才正式復出。剛剛返回賽場，他在身體对抗和心理上有巨大的陰影，但最終克服了恐懼，並且在球風上從傳統的邊前衛成功轉型為攻守兼備、擅長後插上得分的全能型中場。這也才有了後來被球迷們戲稱為死神的拉姆塞。這個典故呢，是到了2011年至2012年前後，大家逐漸發現一個極其詭異的巧合：每當拉姆塞在俱樂部進球往往是在阿森納進球，幾天後就會有一個世界級的知名人物或者好萊塢巨星去世。由於這個巧合重複發生了許多次，大家就開始將拉姆塞和西方神話中收割靈魂的死神聯繫在一起。最早是11年5月1日，拉姆塞攻入曼聯一個球，第二天本拉登就被美軍擊斃。10月2日，拉姆塞對陣熱刺進球，3天後蘋果創始人喬布斯去世。10月19日，拉姆塞在歐冠中絕殺馬賽，第二天卡扎菲被捕並且身亡。2012年2月11日，拉姆塞對陣桑德蘭進球，就在當天晚些時候，歌壇天后惠德尼休斯頓在酒店溺亡。2013年11月30日，拉姆塞对陣卡迪夫城梅開二度，也正在當天，速度與激情男主角保羅沃克因為車禍不幸去世。2014年8月10日，拉姆塞在社區盾杯進球，第二天好萊塢的喜劇大師羅賓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殺身亡。還有像搖滾巨星大衛鮑伊，以及在哈利波特電影飾演斯內普教授的演員阿倫瑞克曼，這些人的去世也都恰好發生在拉姆塞進球後的1到2天內。後來搞得拉姆塞本人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也曾經無奈地回應過這個傳聞，他說，這只是一個瘋狂的謠言，雖然我確實覺得有些巧合挺不可思議的，但我絕對沒有密謀要幹掉誰，我只是想在場上多進幾個球而已。好，說回阿森納，2010年他們在歐冠闖入8強，再次遇到巴塞羅那。第一回合主場，巴薩前半段幾乎完全控制了比賽，伊布拉希莫維奇隨後連進2球，阿森納在0-2落後的情況下，沃爾科特替補登場改變了比賽。
在他进球以後，法布雷加斯又打進一個點球，最終2-2扳平。可第二回合去到了諾坎普，大家看到了真正的差距。本特納先幫助阿森納取得領先，如果這個比分能夠保持，阿森納可以晉級。但隨後偉大的梅西連續的進球，最終巴薩4-1狂勝阿森納。這兩回合的對決很有象徵意義，因為巴薩和阿森納的球風相似，二者都強調技術、傳球，強調青訓和控球。但巴塞羅那證明，在同一種足球理念下，阿森納和強隊也存在明顯的差距。於是09到10賽季聯賽最終第3，但至少他們再次真正參與過對聯賽冠軍的爭奪。這也讓溫格相信青春計劃並沒有失敗，只需要人員更健康，另外需要再成熟1年，再補一點防守能力。於是時間來到了10到11賽季，2010年夏天，溫格開始更換後防線，加拉離開了，希爾維斯特離開了，愛德華多也離開了，新加入的有科斯切爾尼、塞巴斯蒂安·斯圭拉奇，還有查馬克。這時候的科斯切爾尼並不是世界級的中衛，他之前在法國丙級聯賽幫助图爾隊升到乙級聯賽。09年剛剛在法甲聯賽洛里昂隊踢了1年，就被溫格以850萬英鎊簽下。這又是典型的溫格式的引援，買那種還沒有達到身價頂峰的人。但這時候一個新的天才正式出現，傑克·韋爾希爾。韋爾希爾是在2001年年僅9歲的時候，經過球探發掘，從盧頓青訓轉入阿森納青訓學院，正式開啟了長達17年的槍手生涯。他在阿森納的青訓營一路晉升，15歲便擔任 U16 青年隊隊長，展現出頂尖的中場大將之風。08年夏天，他正式成為阿森納一線隊學徒，在08年9月完成英超首秀，打破了當時阿森納最年輕的聯賽出場記錄。2010年1月，他曾經被短暫的租借到博爾頓，在那裡保級大戰中，他展現了極強的身體對抗和攔截能力，在英超一線隊得到了極好的鍛鍊。2010年夏天回歸以後，溫格直接將他放進首發陣容，和法布雷加斯搭檔，組成了當時英超最強大的中場雙核心。10到11賽季，他全年各項賽事出場了49次。於是阿森納的中場单後腰亞歷山大宋，前面是法布雷加斯和韋爾希爾雙輪驅動，這是青春計劃技術含量最高的一版中場。為什麼韋爾希爾如此重要呢？因為他解決了一個問題，以前法布雷加斯一旦被釘死，阿森納從後向前的推進就很容易卡住。韋爾希爾可以在壓力下接球轉身，他可以持球通過對方第一條防線和法布雷加斯之間進行短傳配合，自己也能向前推進。於是這個賽季阿森納的中場控制力明顯上升。本賽季前半程，法布雷加斯先受到傷病影響，納斯里開始承擔更多的進攻責任，他打進了許多漂亮的進球，逐漸從單純的邊路球員變成既能夠內切，也能控球，還能得分，同時還能組織，是阿森納核心的攻擊手。再加上范佩西、阿爾沙文、沃爾科特、查馬克，溫格在攻擊線上的選擇終於有了深度。這也是青春計劃最後也最接近完整的一支球隊。門將施琴斯尼，左後衛克里希，中後衛克斯切爾尼和朱魯，右後衛薩尼亞，後腰宋，前面是維爾希爾、法布雷加斯，鋒線上左邊納斯里，右邊沃爾科特，中間范佩西，替補還有阿爾沙文、查馬克、羅西基、本特納、迪亞比、拉姆塞、埃布埃。從紙面上看，實力已經足夠。這個賽季的阿森納一度同時爭奪4項冠軍。當進入到2011年2月，英超他們仍在爭冠，歐冠進入了16強，足總杯仍然在，聯賽杯進入決賽。這可能是00年之後阿森納最接近終於可以拿冠軍的時刻。但天有不測風雲，或者說阿森納的不穩定再次出現。2011年2月5日，阿森納客場挑戰紐卡斯爾，開場僅僅26分鐘，阿森納已經4-0領先，沃爾科特、朱魯都有進球，范佩西進了2，怎麼看比賽都已經結束了。但下半場迪亞比被紅牌罰下，紐卡斯爾開始連續進球，最後依靠迪奧特的遠射4-4扳平。這也是英超歷史上第一次有球隊在落後4個球的情況下，最後能夠拿到積分。這場比賽再次凸顯了青春阿森納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當比賽突然失去控制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真正站出來讓所有人冷靜，但緊接着卻出現了整個青春時代最漂亮的一仗。2011年2月16日，歐冠，阿森納對巴塞羅那。當時的巴薩什麼級別？基本就是瓜迪奧拉夢三最強的時期，有梅西、哈維、伊涅斯塔、布斯克茨、比利亞、阿爾維斯。比賽中，比利亞先幫助巴薩取得領先，但最後的10幾分鐘，范佩西小角度進球1-1。隨後阿森納快速反擊，
法布雷加斯到納斯里到阿爾沙文2-1完成逆轉。這可能是整個第四階段2006到2011年青春計劃最完美的一場比賽，幾乎所有的理念都成功了。年輕，擁有技術，快速的傳遞，進攻非常勇敢。但僅僅10天以後，整個時代最關鍵的轉折由上往下又來了。2011年2月27日，聯賽杯決賽，阿森納對陣伯明翰。當時的阿森納已經6年沒有冠軍，而對手只是伯明翰，所以在球迷們看來就是今天了。比賽中，范佩西進球，比分來到1-1。在進入最後階段，這時候阿森納後防線和門將之間出現了溝通失誤，奧巴菲米·馬丁斯抓住機會完成制勝一球，伯明翰2-1阿森納。而范佩西也在比賽中不幸受傷，他很可能會缺席第2回合對巴塞羅那的歐冠比賽。而這場失利影響如此之大，因為當時的阿森納如果拿下這座聯賽杯，他就可以結束6年沒有冠軍的時代。這一批年輕球員也終於能體會到什麼叫做冠軍的滋味，可結果卻反過來，在最應該拿下的最穩妥的決賽裡，他們卻輸了。這又一次給球隊造成很明顯在心理上的衝擊。緊接着1個月內3個杯賽全部沒了。歐冠方面，帶着2-1的優勢去到諾坎普，但巴薩最終3-1獲勝，總比分4-3淘汰了阿森納。范佩西最終火線復出，並首發出場了次回合的生死戰。但沒想到的是，卻成為了歐冠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名場面之一。比賽進行到第56分鐘的時候，阿森納憑借布斯克茨的烏龍球，剛剛將比分追到1-1，總比分3-2領先，形勢对阿森納極為有利。但就在這時，范佩西接球突破，被邊裁吹罰越位，主裁判布薩卡鳴哨後僅僅1秒，范佩西起腳射門。主裁判隨即以故意踢走皮球拖延時間為理由，向他出示了第2張黃牌，將他紅牌罰下。當時范佩西委屈的都要哭了，極力解釋，因為在諾坎普接近 9.5 萬名球迷巨大的現場噪音下，他完全沒有聽到主裁判的哨聲。起腳射門只是前鋒的本能動作，但是判罰無法更改。少一人作戰的阿森納在隨後的比賽全面落入被動，最終客場1-3，遺憾止步16強。溫格在賽後憤怒地斥責這個判罰殺死了比賽。這場次回合也是許多阿森納球迷心中揮之不去的痛。賽後，主裁判布薩卡遭到了槍手全隊的圍攻，衝突並非只發生了一次，溫格在賽後就2次堵截布薩卡，進行了激烈的質問。第一次，比賽剛剛結束，怒不可遏的溫格直接在球場邊和球員通道入口截住了布薩卡，他滿臉憤怒，手指着裁判當面直言：“你絕對沒有踢過高水平的足球，否則不可能吹出這種判罰，這個判罰簡直是足球的恥辱。”面對溫格鐵臉開大，瑞士主裁判沒有退縮。布薩卡的情緒同樣失控，不斷地向溫格搖晃着手指，還用髒話直接罵了回去。雙方在通道內爆發了極其罕見的裁判和主帥之間的對噴。這時候，阿森納中場納斯里也加入了戰局，他同樣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辱罵了布薩卡。緊接着第2輪，1個小時後，溫格在參加完賽後新聞發布會返回的時候，在通道內再次偶遇了布薩卡。依舊處於暴怒狀態的溫格二話不說，上去拉住主裁判，展開了第2輪激烈的言語交鋒。很快，這個事件在國際足壇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討論，輿論呈現2極分化，但對主裁判的批評佔據了絕對上風。而由於此案和前幾年切爾西對陣巴薩的時候赫寧的爭議執法類似，所以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關於歐足聯保送巴塞羅那的陰謀論，也再度甚囂塵上。主裁判將通道內的衝突細節全部寫進了裁判報告。由於溫格和納斯里的言辭過於激烈，歐足聯隨後對2人進行了不当行為的正式指控。最終，溫格因為辱罵裁判被禁赛3場，處以罰款。這場風波也直接導致溫格和歐足聯關係降到冰點。但關鍵是歐冠仍然輸掉了。緊接着，阿森納在老特拉福德足總杯輸給曼聯，1個月內聯賽杯、歐冠、足總杯3個杯賽全都沒了。4線爭冠變成只剩下英超，但聯賽也開始崩盤。此後不斷出現了無法拿下的比賽，包括面對西布朗、桑德蘭、布萊克本和利物浦。尤其對利物浦，補時階段范佩西的點球1-0，看起來仿佛要贏了。結果最後的最後，埃布埃送出點球，對方庫伊特點球破門，1-1再次被絕平。那種感覺就像整個青春計劃時代的縮影。足球明明踢得很好，距離勝利就只差幾十秒，卻還是眼睜睜看着他從指縫溜走。這一年4線爭冠，最後不僅沒有拿到1個冠軍，連聯賽第2都丟掉了。
10到11賽季最終的排名，曼聯冠軍，切爾西第二，曼城第三，阿森納第四。槍手在賽季最後階段明顯掉隊，於是一支在2月份還在爭奪4冠王的球隊，到了5月份得到的獎杯是0。所以這5年的溫格總給人一種差一點的感覺。球迷們在每一年都能找到一個如果。06到07年，如果亨利更健康一點會怎麼樣？07到08年，如果愛德華多沒有受傷會怎麼樣？如果伯明翰最後1分鐘沒有丟掉點球呢？如果羅西基沒有長期傷停呢？如果在之後的4連平哪怕多贏2場呢？08到09年，如果弗拉米尼和赫萊布並沒有同時離開會怎麼樣？09到10賽季，如果范佩西沒有長期傷缺會怎麼樣？10到11賽季，如果那場聯賽杯決賽贏了會怎麼樣？如果對紐卡的4-0沒有被追成4-4會如何？如果對巴薩的次回合范佩西沒有吃到第2張黃牌會怎麼樣？單獨看每一個如果似乎都很合理，但連續5年出現那麼多如果，就說明已經不是簡單的運氣問題，這麼多的偶然之中藏着必然。真正的問題是陣容裡面永遠差1-2個成熟的球員，這大概是溫格這個階段最大的爭議。舉個例子，07到08賽季，法布雷加斯才20歲，弗拉米尼23，赫萊布26，羅西基27，阿德巴約23，科里西22，薩尼亞24，球隊非常有天賦，但真正經歷過長期英超爭冠歷程的人極少。如果這樣的陣容旁邊再有一個28歲的頂級後腰，或者一個29歲的冠軍級別中後衛，結果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在財政環境下，在溫格自身的理念共同作用下，阿森納很少像這樣補強。第二個問題，球員成熟速度和球星流失的速度差不多，這是青春計劃最致命的結構性問題。假設有一個球員18歲加盟阿森納，20歲成為主力，22歲變得很優秀，23到24歲開始希望拿到冠軍，並且拿到頂級工資。可這時候往往巴塞羅那來了，曼城來了，切爾西來了，皇馬來了，阿森納自己卻仍然在控制工資上限。於是乎，年輕人剛剛成熟就很可能被別人買走。然後呢，溫格該怎麼辦？再買一個19歲的，再重新培養。於是形成循環，培養到成熟，到離開，到再培養。最經典的例子是07到08賽季的陣容：克里希、加拉、圖雷、薩尼亞、弗拉米尼、羅西基、赫萊布、法布雷加斯、阿德巴約。這樣的陣容只要再加上范佩西、沃爾科特和納斯里，理論上完全可以持續衝擊冠軍。但現實是弗拉米尼走了，赫萊布走了，吉爾伯托走了，第2年阿德巴約和圖雷又要走，溫格永遠在流失，在流失，在修補，在修補。第3個問題，他們的身體素質明顯下降。要知道這是英超，看看過去的無敵之師維埃拉1.88米左右，大型中場球員的模板。吉爾伯托既強壯，防守意識也出色，坎貝爾擁有頂級的身體對抗能力，圖雷既有力量又有速度，亨利既高大又快，勞倫極為強硬。可再看看青春版的阿森納，法布雷加斯、納斯里、赫萊布、羅西基、威爾希爾、阿爾沙文，技術當然很好，但是他們的身體威懾力下降得非常明顯。所以英超許多球隊打阿森納就特別喜歡起高球，搶第2點，搶定位球，搶身體對抗，這就讓技術流的阿森納變得非常難受。第4個問題，風格方面，溫格越來越執着於所謂打開美麗足球正確的方式。其實早年的溫格相當務實，無敵之師的踢法是完全可以讓你控球，然後我的亨利反擊將你殺掉。但到了青春版的阿森納，溫格越來越強調既要控球又要地面，也要技術，還要配合，並且要主動進攻，這就創造了非常漂亮的比賽內容。但有時候阿森納領先以後依然繼續向前，缺少務實的風格，缺少在1-0以後主動降低風險，將比賽結束掉。這就能解釋為什麼4-0領先還能被追成4-4。這種事情的發生和美麗足球形成鮮明的矛盾。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簡單的說溫格失敗了，我們也必須看清另一個現實。在這個財政過渡期，阿森納連續5個賽季從來沒有掉出過英超前4，同時每年還能參加歐冠，08年歐冠8強，09年歐冠4強，10年歐冠8強，2011年甚至擊敗過最巔峰的巴塞羅那。另外，新球場的投入使用逐漸帶來更高的收入，俱樂部保持着財務穩定。從財報上也能看到，酋長球場投入使用後的幾個年度，俱樂部的收入和利潤持續增長。但是，體育場的融資利息支出仍然是一筆很明顯的負擔。在管理層眼裡，主教練溫格已經完成了任務。
但對我們來說，對溫格的歷史評價，這也是最容易產生分歧的地方。有一種觀點認為，溫格創造了奇蹟，他在償還球場債務，在不斷賣人的同時，還能連續闖進前4，年年可以踢歐冠，並且培養出一批頂級的球員。但另一種觀點認為，溫格自己也造成了問題本身，因為哪怕財政有限，也不代表你就不能多買一個成熟的中後衛，你就不能多買一個真正防守型的後腰嗎？你就不能提高部分核心球員的工資嗎？你就不能在關鍵時期踢得更務實一點嗎？其實老 K 認為這2種觀點可以同時成立。那麼球迷的心態方面，溫格的形象也正在發生变化。1996年到2004年，人們看溫格是個創新的改革派。2004到06年，他是個偉大的冠軍教練。06到08年，他的形象變成了足球的理想主義者。大家已經很好奇，他真的能靠這些孩子再次贏得英超嗎？2008到2010年開始出現懷疑，因為總是同樣的問題不斷反覆出現。2011年第一次出現真正明顯的質疑，也許這個美麗的計劃根本就贏不了冠軍。這也就是後來的溫格 out、溫格下課這種球迷情緒逐漸形成的思想起點。雖然2011年還遠沒有發展到2016到18年的程度，那麼我們如果用一個球員代表溫格第4個時代2006到2011，那一定是法布雷加斯，因為整個計劃幾乎就是圍繞他展開的。06年的法布雷加斯剛剛是個18歲的天才少年，他承擔着維埃拉離開後的組織任務。08年的法布雷加斯已經是英超爭冠球隊的中場核心。09年他是21歲阿森納的隊長。2010年他是4-3-3的前場核心，既能組織也能進球。2011年法布雷加斯已經成長為歐洲頂級的中場，但沒有隨這支阿森納贏得過任何重要的冠軍。這件事情非常殘酷，因為從個人培養的角度，溫格已經成功了。他將16岁的法布雷加斯培養成真正世界级球员。但是從团队建設的角度，阿森納沒有及時圍繞他打造一支真正成熟的冠軍陣容，所以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2011年夏天成為終點。法布雷加斯投奔巴塞羅那，納斯里投奔曼城。而在此之前，弗拉米尼已經走了，赫萊布已經走了，阿德巴約已經走了，圖雷已經走了，科里西也在2011年加盟曼城。於是溫格從06年以來培養的那一整代的球隊基本又被拆散。下一階段他不得不重新開始。所以第4個階段是溫格職業生涯最悲劇性的地方。他的青春計劃距離成功太接近了。如果08年他們奪得英超，後來的歷史可能完全不同。弗拉米尼也許會續約，赫萊布也許會留下，球員們也許會更加相信我們在這裡是能夠贏得冠軍的。溫格可能也更願意補強他已有的冠軍陣容，但是沒有。於是沒有冠軍，球員開始想走，核心不斷離開，又需要再培養年輕人，又需要再等待，然後又沒有冠軍，更多的核心球員又想走，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如果我們把第4階段和第3階段放在一起看，這2個時期就像2個完全不同的溫格。03到04年，溫格手裡有坎貝爾、維埃拉、博格坎普、亨利，每條線都有一個成熟的世界級領袖，所以年輕球員來了只需要加入進去。可10到11賽季，溫格手裡有什麼呢？科斯切爾尼、宋、維爾謝爾、法布雷加斯、范佩西，他們許多人都是在阿森納成长為領袖，而不是以領袖的身份來到阿森納，這是根本性的區別。特別是1-2輸給伯明翰2011年聯賽杯的決賽，這是青春計劃最後的審判，在最需要一座獎杯證明自己的時候，仍然是失敗。可就在10天前，他們剛剛2-1擊敗那個時代最強大的球隊巴塞羅那。於是隨後的第5個階段，2011到2014年，溫格要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等待年輕人成熟，而是更加危險。法布雷加斯、納斯里、克里希先後離開，隨後連范佩西都要走。阿森納開始從青春的爭冠球隊變成必須拼命才能保住前4歐冠資格。所以在歷史上定位06到11年是溫格執教聲望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從締造不敗神話的教授逐漸陷入到爭4沒有冠軍爭議的漩渦。但同時站在俱樂部發展的維度，這5年的蟄伏又為阿森納換來了長期的商業潛力，他守住了球隊的戰術底色。隨着後續債務壓力逐步放緩，俱樂部將在2013年以後重新提升轉會的投入，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預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感謝大家鎖定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
也感謝您动动小手指，多分享、多點讚、多熱推。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咱們明天再見。